他万万没想到，只是打开了窗户，下一秒就被天上飘落的毒血夺走了生命。察觉到不对劲的老伴赶紧呼喊老头，可紧接着他也被这毒血送去了西北。看到两位老人莫名死在窗边，对面一群打牌的邻居瞬间吓傻了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外面下的确实是毒血，一旦接触，就会无声无息的死去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通宵打了一夜牌，竟稀里糊涂的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。男主猛然想起前妻和女儿还在家中，很可能还不知道外面下的是毒血，绝不能外出。他立刻想赶回家通知他们，却被老友们拦下，外面雪花有毒，必须做好防护。于是他们给杰克套上几件防水衣物，又戴上屋里唯一的一个防毒面罩。为防万一，老友还特意往他包里塞了一把手枪。可就在他准备出发时，一个小伙突然举枪对准了杰克。显然，灾难当前，有人盯上了他头上的面罩。老友却毫不慌张，因为他知道那把猎枪根本没上膛。他一把夺过枪，护送杰克来到1楼。毒血飘落在杰克的手套上，他惊喜地发现防护装备确实有效，但奇怪的是，汽车和手机全都失灵了。当他缓缓走到路口时，眼前一幕让他彻底震惊。大街上横七竖八全是尸体，身上没有伤口，脸上也没有痛苦表情。显然，这些人临死前根本不知道雪花有毒。杰克来不及多想，只想尽快回家陪妻女。没走多远，他发现一名死去的电工，临终前还在认真维修电路，显然也没意识到危险。很快，他来到一处火车站，情况同样惨烈，站台、车厢里遍布尸体。他们本想乘火车逃离，却在途中被毒血夺去了生命。正当杰克感叹生命脆弱时，身后突然传来拍打声。原来一节车厢里还有幸存者在求救。尽管携带的物资不多，杰克还是心软地打开背包，扔了一瓶水过去。可对方并不满足，像疯子一样想冲出来抢夺。杰克连忙解释自己会帮忙呼叫救援，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终于抵达前妻家。刚走进居民楼，就听见有人用锤子砸东西。果然，也有幸存者开始抢劫，还有人点着蜡烛为灾难祷告。来到前妻家门口，他发现房门竟没上锁，屋内空无一人。正为女儿安危担忧时，客厅突然传来动静，一个陌生男子正在偷东西。杰克立刻上前质问，对方却说是前妻派来取药的。两人争执间，前妻赶了回来，并带来一个坏消息：昨晚女儿和女同学一起出去玩了。意识到女儿可能有危险，杰克立刻准备去女同学家寻找。可刚打开门，就被一群幸存者拦住。他们看中了杰克的面罩，声称大楼停水，急需他外出找水。眼看对方不打算放行，杰克只好掏出包里的手枪，强行冲出人群，躲进2楼一间空房。幸存者紧追不舍，疯狂砸门。无奈之下，杰克将面罩交给前妻，让她独自去寻女儿，自己则留下断后。这时，他瞥见地上几个塑料袋，灵机一动，等人群撞开大门冲进来时，他二话不说砸破窗户。飘进来的毒血瞬间吓得众人落荒而逃。杰克迅速将塑料袋套在头上，从2楼跳下。本以为能靠塑料袋暂时保命，落地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。塑料袋无法呼吸，很快他严重缺氧，一头栽倒在大街上。被困雪地的男人一觉醒来，竟发现自己躺在一辆车里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开车的竟是老友，而副驾上坐着前妻。杰克立刻察觉不对，外面不是正下着致命毒血吗？汽车和手机都已失灵，这辆车为何还能正常行驶？不料这时老友突然做了个鬼脸，惹得众人哄笑。殊不知，属于他们的真正冒险才刚刚开始。很快，大家来到一处避难所暂作休整，但杰克始终无法安心，他必须确认女儿是否安全。于是他和前妻前往女儿同学家，结果眼前一幕让他们傻眼：8个孩子以诡异姿态倒在餐桌旁。杰克急忙上前检查，万幸其中没有女儿。正准备离开时，同行的男孩突然高烧不止，眼看情况危急，两人只好前往附近药店找退烧药。刚进药店，门外传来拍打声，一名孕妇哭喊着说羊水破了，请求开门。出于善意，他们没多想就打开了门。可下一秒，孕妇却露出诡异笑容，原来这是个陷阱。两人被2个劫匪打晕，物资和车子尽数被抢。许久后，
他们只能徒步返回。尽管街上停满汽车，却没有一辆能启动，连古董车也毫无反应。再次路过火车站时，杰克发现异常，之前遍地的尸体竟全都不了，连车厢里那些求救的一行人也消失无踪，只留下一些不明生物的粘液。显然，这场灾难远不止毒血那么简单，还有更可怕的威胁正在蔓延。当晚，劫持他们的两人在加油站加油时，男孩突然听到车后传来怪声，他用手电筒照去，瞬间吓得魂飞魄散。而车内的女友还在听音乐，浑然不知危险降肩。第二天一早，发烧的男孩苏醒，并告诉杰克一个新线索：女儿可能去了闺蜜家。杰克决定独自外出寻找，老友劝阻无果，只好开着一辆红色古董车追上来，与他并肩同行。然而，他们很快发现异常，大街上一具尸体都没有，却散落着大量汽车残骸。还没反应过来，前方道路已被数千辆废弃车辆堵死。两人下车寻找绕行路线，远处却传来引擎轰鸣，几辆军用越野车疾驰而来。军方人员命令他们立刻返回住所，否则将开火射击。杰克二人只得跟随军车绕行。可就在此时，大桥另一端突然传来异响，一群外星生物如潮水般涌来。那些生物外壳坚硬如石，眨眼间便屠尽了所有士兵。杰克和老友被盯上，只能捡起地上的枪，与外星虫群展开激战。但敌人数量太多，子弹根本不够用，两人只能一路狂奔，最终逃到一座教堂门口。教堂大门紧闭，眼看就要命丧重口。楼上突然有人投下燃烧物，暂时逼退了虫群。大门打开，他们侥幸获救。教堂内有10几名幸存者，其中一人告诉杰克，这些外星生物是从天而降的。抬头望去，云层中闪烁着无数红光。杰克猛然意识到，地球即将被大规模入侵。想到女儿生死未卜，他决定带众人离开。等外面安静后，他们悄悄走出教堂，却被虫群发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教堂钟声骤然响起，原来还有2位老人留守。他们用最后的力气敲响大钟，为众人争取了逃生时间。众人终于甩掉虫群，返回临时住所。杰克刚上楼，竟看见前妻正抱着熟睡的女儿。原来女儿没走远，后来跟着其他幸存者找到了这里。得知城市已被虫群占领，杰克决定带家人前往军方避难所，那里物资充足，或许能长久生存。几小时车程后，他们抵达一座城市，却发现一切如常，街道热闹，行人如织。他们安心歇脚，晚上还享用了久违的热餐。次日清晨，大雪终于停了，阳光穿透云层。众人以为灾难结束，可老友突然发现不对，指南针竟在倒转，这意味着危机远未终结。话音未落，一辆小汽车疾驰而来，对人群展开无差别屠杀。杰克被迫反击，最终击毙2名歹徒。意识到此地也不安全，他们立即转移，最终幸运地找到了军方建立的大型避难所，物资充足，足以支撑数万人长期生存。不久后，杰克随队前往市中心执行任务，在最高楼顶架设无线电设备，以便联络更多幸存者。所幸途中未遭遇虫群，技术人员顺利安装设备，战斗人员在外围警戒，任务圆满完成。当晚，士兵们在屋内打牌，一名光头男子却神情恍惚，突然拔刀刺死队友，随后冲上楼顶。他望了一眼远处发光的体育馆，纵身跳下。杰克顿感蹊跷，难道他被某种力量控制了？还没等他细想，几十名武装人员突然对他们展开围剿，众人仓皇逃命。脱险后，他们决定探查那座体育馆，结果眼前景象令人毛骨悚然。馆内到处是目光呆滞的人类，如傀儡般机械行走，有人甚至在练习射击。更诡异的是，外星虫群就在一旁，却对这些人视若无睹。他们悄悄潜入楼顶俯瞰，只见无数人类整齐列队站在球场中央，如提线木偶般仰望天空。而球场中央，一个散发着蓝光的区域，缓缓升起一个长着10只手指的怪物。直到此刻，杰克才彻底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外星文明的阴谋。他们先用毒血清理人口，再派虫群围剿残余，最后建立避难所，诱骗人类聚集。真正的目的是将全人类改造成受控的傀儡。想到女儿此刻正在营地接受训练，杰克脊背发凉。不久之后，他也将成为外星意志的奴隶。至此，永航员第1季完结。